你可知那日你已犯了死罪？皇帝手中数着佛珠问我。我依偎在皇帝身旁，披着月影纱，拉过皇帝的手放在我白嫩的胸腹上。皇上听听，臣妾现在还后怕呢。亏的是皇上宅心仁厚，才有了臣妾今日。皇帝放下佛珠，从背后环抱着我，手一点点地探进了那层纱衣。朕最喜欢你的一点，便是你不装，不掩饰，不隐藏。我厌恶极了用身体讨好男人的女人，可如今我也是这样的女人。我把自己的所有不是通通咬牙打碎，我装的比谁都好，一副皇帝能喜欢我的身子，便是我极大福分的模样。但每皇帝离去，我都要在浴盆里泡上1个时辰，闭眼都是我那身段妖娆的母亲。她一口一个郎君的叫着，爬上了知府大人的梨花床。我是他娶的知府夫人信任的工具，有孩子在身旁，总会少一份戒心。我这一套勾引男人的本事，便是从他身上学来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吗？我深知仅凭皇帝一时的宠爱是不够的，要想在后宫活下去，得有依附。皇后和景贵妃之间，我必须得选一个。虽然他们背地里都骂我狐狸精，我的贴身女官禾苗吃着瓜子跟我嚼舌根，我晒着太阳听故事，无妨让他们过过嘴瘾。我是很宽容大度不计较的，毕竟皇帝1个月来后宫15天，10天都歇在我这儿，他们的怨恨也能理解。那主儿，你预备如何？咱们选谁？禾苗替我操碎了心。皇后胜在生下了嫡长子和嫡长公主，贵妃胜在年轻貌美，父亲是文武百官皆服气的大丞相。一个是母凭子贵抬高了母家，一个是母家势大助长了自己，哪个都不好得罪。但瞧着如今的光景，他们是逼着我要做个选择了。我心里有数，你放心，我是最务实的，清楚的知道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丫头名叫禾苗，民以事为天。隔天皇帝带我们去御花园赏花，景贵妃一身华服步履款款，看到我笑着说道：这满园春色，不如我们从柳妹妹开始，一人吟诗一首。看着其余人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我低头努力运出一汪泪，抬头望向皇帝。皇上，想来贵妃姐姐是不喜欢我的。皇帝看着我楚楚可怜的模样，十分心疼，这是何话？我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掉，嫔妾自幼家贫，根本读不起书。饶是那日遇到皇上时，嫔妾也正在卖身葬父，若不是皇上心善，如今嫔妾指不定在哪儿做丫鬟。这些后宫诸位姐妹都是知道的，可是贵妃明知如此，却还要嫔妾来吟诗，可不是不喜欢嫔妾，想让嫔妾出丑罢了。说完，我低头抹着泪，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皇帝将我搂入怀中，安抚道：你什么样朕都喜欢。这一场，贵妃输了，她一脸不忿。皇后倒是很开心，平日里如此扮娇柔的都是贵妃，受气的是她。今日看到贵妃吃瘪，她高兴的多喝了2杯酒。隔天，皇后便传了我去说话，送了我一只她在前邸里时皇帝为她做的金钗。本宫瞧着妹妹便觉得亲切，那些浑说的妹妹只当耳旁风。皇后拉着我的手，亲热极了。旁人看来或许觉得她是真心喜欢我，可我看得出，她和贵妃一样厌恶我。从小摸爬滚打长大的我，太清楚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什么情绪。纵使皇后隐瞒得很好，也藏不住她对我的讨厌，对贵妃的厌恶和对皇帝的怨恨。这一点上她不如我，我对她、对皇帝都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我隐藏得很好，所有人都以为我对皇帝死心塌地。有娘娘在，嫔妾自然是什么都不怕。禾苗小嘴巴巴的说个不停，主儿，我瞧着皇后娘娘和善，况且她孩子又多，咱们以后就好好跟着她享福便是了。我敲了敲禾苗的脑袋，到底是没见过什么恶人。你去把这盘酥酪送给贵妃，这是皇上亲赏的。我让人从食盒里取出一碟点心。禾苗虽不理解，但还是听话的去了。回来告诉我，他人还没有绕过贵妃宫门，就听到贵妃摔盘子砸碗的声音。隔了几日，我趁着皇帝一番劳作以后高兴，向皇帝求了上贡来的蜀锦，臣妾穿得好看，皇上也高兴不是。蜀锦到手，我依然让禾苗去给贵妃送了几匹。素闻贵妃娘娘最爱蜀锦，我们家主儿给了几匹，特来送给娘娘。我听说贵妃娘娘把那蜀锦搅得细碎，禾苗气极了，我却很满意。往年蜀锦都是紧着贵妃先挑的，既然是皇后的人，
那我就得帮着皇后祈娶贵妃，以表忠心。贵妃时常在皇后面前提起年龄，她今年20，皇后28。于是某日晨起向皇后请安时，皇后笑道：近日皇上时常夸柳昭仪伺候的好，倒是不常去景贵妃那儿了。我莞尔一笑，嫔妾也没什么好，不过年轻几岁罢了，皇上瞧着新鲜。我今年不过18岁，是目前宫里年龄最小的妃嫔。景贵妃听到这话，气得茶都喝不下去。可是午后却命人送来一盘枣泥山药糕，贵妃娘娘的一点心意，我留着没吃。待到晚上皇帝来了一番云雨后，端给了皇帝，皇上尝尝，贵妃姐姐亲做的呢。夜半，皇帝腹痛难忍，急急的宣来了太医。太医查来查去，问题出在了那盘山药糕上，被撒了一点药，虽不致死，但腹痛时也能要去半条命。贵妃跪在地上一脸委屈，臣妾为何要害柳昭仪？她纵然再得势，臣妾也是瞧不上她的。贵妃的话虽然难听，但皇帝了解她，名门出身的她向来清高，根本看不起我，更不可能费心思来除掉我。等我青春逝去，美貌不在，便会被遗忘。这件事查来查去没个结果，最后不了了之。皇帝安抚了我，冷落了贵妃。皇后对我献殷勤的表现很是满意。皇后命舞私房的姑姑教我跳舞，姑姑教我的舞大多露骨妩媚。男人可以日日与妖艳的舞女欢愉，却不能真爱上舞女。她们清高，总觉得只有碧玉一般无瑕的女子才配得上他们的爱，如景贵妃。我明白皇后的意思，她既要我勾得皇上日日沉迷，又要我下作得得不到皇帝的尊重。这些舞姿难登大雅之堂，但在昏暗的烛光下却勾人心魄。皇帝坐在软榻上，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数着佛珠，看着我跳舞，眼里是藏不住的欲火。起身捞我放在千宫床上，真是个迷人的小妖精。姐妹们也该向柳昭仪学这些，做些让皇上高兴的事。皇后在大家请安时，语重心长地说道：妃嫔们满脸鄙夷，我跳舞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宫里公开的秘密。她们都是官宦人家悉心培养的女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屑于用身体去讨皇帝欢心。她们有属于她们的尊严，可不是人人都做得了柳昭仪。咱们哪还是安分守己些好，这些年的女诫和女训也没有白读呢。我不在意他们的嘲讽，我从小就知道身体可以成为交换的筹码。如果没有进宫，我的命运也不过是嫁给寻常贩夫走卒，还未必是正妻。既然早晚都得给人做妾，那我就要给这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做妾。进宫快半年了，我依然是皇上最宠爱的。皇后让姑姑给我教各式舞姿，我心里清楚，再如此下去，皇帝对我的怜悯最终只会变成鄙夷。今儿要给朕跳什么舞呢？皇帝卧在香妃榻上，色迷迷地问道。我今日的妆容十分清雅，笑着把皇帝拉到沉木案桌旁。皇上，今日嫔妾想跟皇上学着写几个字。皇帝一脸疑惑，我接着说道：嫔妾如今寄身在宫中，自是不想丢了皇上脸面的，起码的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吧，日后能够为太后和皇上抄些经书，也是一番心意。宫中自然不缺少抄经的人，缺少的是愿意为皇帝去改变自己的人。很多男人都抵抗不了女人这一招，以为能够从中感受到自己在对方心里的分量。我娘当时是县里出了名的刚烈高清，所以当她为了知府大人能够妩媚妖娆地说着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话语时，知府大人感动得以为自己得到了我娘的真心，所以往后的许多年都极尽宠着我娘。那一晚，皇帝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着我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柳如烟。那日以后，我每天专心练字，隔三差五地差人将我练字的成果送给皇帝批阅。皇帝在我这儿享受到了教导的满足感，抽空便过来检查。皇宫就那么大点，很快皇后就知道了这事儿。我去请安时，皇后的眼里一片冰凉。柳昭仪向来是勤奋的，如今竟也提起笔开始练字了。我恭敬的笑道：托娘娘的福，皇上说娘娘写的一手好字，既然平日里臣妾时常陪着娘娘解闷，起码的会写几个字，才能有资格在娘娘身旁。是以送了字帖让嫔妾好好练字。听到这话，皇后的脸色缓了缓，笑道：还是皇上心细。我知道他没有完全相信，但是那不重要，起码我在众人面前给他抬了脸面，这就够了。从皇后宫里出来，
我前脚刚进自己宫门，后脚皇后便差人送来了诗集。当天傍晚，景贵妃也差人送来了字帖。贵妃娘娘说，主儿既然要练字，就一刻都不能松懈。禾苗对贵妃每日送来的字帖、诗集说本无法理解。我捏了捏禾苗的鼻子，贵妃这是和皇后打擂台呢。其实他们俩谁输谁赢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自己能否在后宫安稳的活下去，哪怕油灯一样熬哭了，只要皇帝还记得有我这么个人，我早晚位分能再往上升。我要等到自己封妃的那天，荣归故里。没有人不害怕皇权，不忌惮皇帝的女人。那皇后娘娘知道贵妃一直给咱们送东西，生气了怎么办？我的禾苗又操心的问道。我看着窗外飘着的慵懒云朵，无妨，你都能想明白的事情，皇后精明着呢。中秋夜宴，景贵妃又依次起头，不如让柳妹妹赋诗一首。我笑道，论诗词，宫里谁也比不过贵妃娘娘。嫔妾如今只粗识几个字。随即沉思片刻后，朗诵了一首皇帝登基时写的诗。皇后带头赞叹，不愧是皇上亲自调教出来的，如今的柳昭仪和入宫时判若两人呢。其他妃嫔看向我时神色各异，有嫉妒的，有不甘的，也有不屑的。只是不知为何，这一次贵妃看向我的笑容，却让我觉得十分真诚。隔天，她传我去她宫里小坐。柳妹妹，我原以为你就是个乡野来的狐妹子，却不想你也有这上进的心思。景贵妃从小被娇惯着长大的，从来只有别人顺着她，因此说话向来不拐弯抹角。我笑道，娘娘，我原以为您是那高傲不理人的，却不想也能说出这番话来。贵妃看了看我，扑哧笑出声，那你知道本宫今日为何叫你来？我想了想，答道，故意气皇后。皇后确实被气着了。她虽没有问过我与贵妃谈了些什么，但眼神里对我的讨厌比平日更盛。因为昨天晚上皇帝去贵妃宫里时，正好听到我和贵妃说笑，后宫就该如此和睦才对。这话传到皇后耳朵里，无比刺耳。禾苗在来我宫里之前，是长街上的洒扫丫头，宫里最自在、消息最灵通的一类。我刚入宫时，在长街上碰到她，恭敬的帮我捡起掉落的银镯子。主儿，这镯子可真好看。其实那镯子成色不好，但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了。后来我便向皇帝讨了它来，做了我的贴身女官。咱们皇后和皇上其实有嫌隙，皇后呢，确实端庄大气，但不知为何，皇帝除了每月15，平日里很少去见皇后。明明皇后也极其貌美。禾苗想不通，皇后对我的态度逐渐冷淡，这是意料之中的。我起初依附于她，是怕皇上对我的兴趣。只有头2个月，我需要巩固皇上对我的宠幸，就得学些新的手段。但毕竟初入宫，没有人脉，没有资源，这时候依附皇后，便省去了很多麻烦。但我清楚，皇后毕竟是中宫，只要她在，永远不能和她彻底结仇。入秋风大，娘娘怎么站在风口上？我提着食盒到皇后宫里时，就看到她一脸惆怅的站在院子的一棵海棠树下。看到我，她微微示意，但并没有动。嫔妾特意做了鲜嫩爽滑的麻椒鱼片，皇上说娘娘一到秋日就胃口不好，这麻椒鱼片最是开胃。皇后听到这里，才有了淡淡的笑，皇上倒是一直记挂着我。明面上，皇后对我还和以前一样，时常在嫔妃请安时转述皇帝如何赞叹我，为我引得一波怒目仇恨，然后叮嘱太医，当尽快调理柳昭仪身子，为皇上诞下一儿半女才是要紧。提到生育，我一直很好奇，贵妃在皇帝身边3、4年了，却一直未孕。不止贵妃，皇上登基时入宫了6、7位，如今都没有身孕。皇上的儿女只有皇后那一双。禾苗和我蹲在院里的树下，一边烤鱼一边悄声说着，既然皇后能生，那说明皇帝没问题。如果皇帝没问题，那就有些古怪了。事出反常，必有妖。禾苗，你去把皇后赏赐给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拿来，悄悄的，别让人发现。我叮嘱着禾苗。事关生育，我很重视。我想回乡，只有封妃后省亲这一条路可走。封妃，起码我得有个孩子傍身。禾苗行事妥帖，很快便把赏赐全部拿来了，除了主儿吃掉的，都在这儿了。我翻了个白眼，细细查看。禾苗，你闻闻这几本诗集。此时屋内没有熏香，却有一股淡淡的幽香传来。
禾苗认真闻了闻，主儿还是文人有雅兴，诗集都是香的，香的奇怪。你明日出宫去，别让人知道你的身份，找个香料铺子，多给些银子，就说你家公子素雅，偏爱这市集的书香，问他如何才能制出这样的香味。说完，我轻轻踩下市集的一角，用手帕包了起来。禾苗不解，我们为何不直接去找郎中？我敲了敲禾苗的脑袋，那不就明白着告诉人家，我们知道这玩意儿可能伤身。隔天傍晚，禾苗回来了，就这么一小块，我拿给香料铺子老板，当时就拿出一锭银子做定金。老板把我带去了里间，才开始说，会专门把书本放在一个密闭的容器内，里面放满想要的香料，然后在外用小火慢慢加热，让香味充分融入。只是因为耗时耗力，稍有不慎还会损坏书本，所以要价非常高。禾苗喝了口水，继续说道，老板说半个月，他会让我那本书有同样的味道。天气渐渐转凉，禾苗取了书回来，脸色很难看。老板说，让我尽量少碰这书，这香料里掺入了大量麝香，但是花香也重，因此盖住了，女子碰不得。我拿起那书，仔细闻了闻，味道果然和皇后送来的一样。寒露，皇后陪着皇帝去祈福百姓丰收，我做了些民间的果子送给各宫妃嫔，又亲自提着食盒去了锦贵妃处。前些日子皇后娘娘送的诗集已经读完，特来向贵妃借几本。贵妃听到这话，随手拿起暖炕边桌上的一本递给我，你有这心思便很好，这本拿去读吧，也是皇后送的。我拿着书翻了几页，皇后娘娘果然宝物多，便是这诗集也与众不同，似乎有股淡淡的香味。妃嫔们宫中都会熏香，尤其是花香果香最爱，因此很难发现诗集中的机密。贵妃是聪明的，她看了我一眼，妹妹鼻子倒是灵，本宫日常熏香倒是闻不出来。火已经点了，现在要做的便是等着火燃起来。皇家的秋日宴品尝的多是新鲜果蔬，意为与民间丰收同庆。景贵妃赋诗一首后，皇帝大赞，贵妃笑道，还是要多谢皇后娘娘如此照顾我们姐妹们，每每有了新的诗集册子都会送来，不但装裱的好，连味道都是极好的。说着拿起诗集翻了2页，就连那不易得的麝香，娘娘都贴心的替我们加入了。景贵妃有什么心思都端在明面上，这一点从我入宫时就看出来了。如今她已经找家人验过，证据充足，便一刻也等不了，就要对质。皇后端坐在正位上，脸色没有变化。贵妃何出此言？本宫不懂。景贵妃早有准备，太医来了4位，一一验过后，确实有麝香。皇后给妃嫔们送书，皇帝是知道的，他还时常赞叹皇后贤良。皇帝大怒，命人把皇后送出去的所有书全部烧了，但因为皇后咬死此事不知情，最终只是皇后的陪嫁丫头顶了罪，皇后被禁足。景贵妃认为我是皇后禁足的大功臣，加之近来我好学上进，很对她的脾气，便在皇帝面前好好的替我美言了一番。皇帝来我宫中时，我正坐在回廊上看飘雪，也是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我被从知府大人府里赶了出来。我呸，就凭你也想要二公子看上，痴心妄想！我哭着抱着门口的柱子不肯走，他明明亲口告诉我，嫣儿，你苦得很，以后有我在，你别怕。那时我知道他与我就隔着一扇木门，可他却不肯出来，外面冷，当心着凉。皇帝虽然笑着，但满面倦容。我忙起身陪着他进了里屋，让人拢了炭火，沏了热茶。皇帝拉着我的手感慨道，皇后的事情你也受了许多委屈，不然以朕对你的宠幸，早该有身孕了。贵妃娘娘送了嫔妾一尊送子观音，嫔妾日日参拜，想来不久就会有了。我依偎在皇帝身旁说道，你性子好，贵妃也喜欢你。皇帝抱着我轻轻咬着我的耳朵说道，往日是我错看你了，以后你便好好跟着我，只要有我在，你定能顺心。贵妃一边修剪着琉璃瓶中的照水梅，一边和我说道。我笑道，嫔妾最喜娘娘直爽的性子。景贵妃笑道，人人都劝我改改性子，你却在这赞叹。这后宫中人人都有百10个心眼，唯独娘娘高兴了就笑，烦躁了就骂，喜欢就对人好，厌烦便不搭理。与娘娘这样的人交往，没有负担，嫔妾自然喜欢。景贵妃放下手中的剪刀，看着我许久，
才道：我原以为你就是个贱胚子，后来我也想，你孤身一人着实可怜，不依附皇上又能依附谁呢？便是皇后也未必真心待你。我当初没有选择贵妃而是皇后，便是因为知道贵妃心纯，不会害人，所以我需要她配合我，扫清我的障碍。如今障碍扫除了，我也乐意讨她高兴，于是自己寻来送子观音，送她一个人情。现在看来，这人情她领了。冬日里雪多，每每下雪，我总会想起来她说过的话：嫣儿，这府里人多口杂，日后等我考取功名，带你离开这里。嫣儿，我会帮你保守秘密，你放心。你与赵姨娘的关系，我不会告诉旁人。赵姨娘是我娘，而她是知府大人的二儿子，也是庶长子苏庆明。冬日天冷，我作为府里的三等丫头，每日要在院子里洒扫浆洗，她便时常偷着送来暖手炉给我。夜深了会带着我一起在小厨房烤地瓜吃。我深深的相信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可是她的承诺在指挥时的嫡女对她倾心时瓦解了。为了确保婚事顺利进行，她将我和赵姨娘的关系告知了夫人，同时诬陷我勾引她。我被赶出了知府府衙。那日漫天大雪，我的心冷得如同冰块。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娘朝着我啐了一口痰：你这贱蹄子，以后再敢勾引二公子，我第一个不饶你。我娘哭得上不来气，向知府诉说她当初被我爹骗了生下我的不义，以及他的誓言，与我此生不见。雪停了以后，我去梅园折了几枝梅花，插在了贵妃送给我的青玉花樽里。我爹是花农，他最爱梅花，能忍刺骨的寒，清高玉洁，独自芬芳。所以当我娘因为家里欠债，被拉去青楼里卖，而哭得死去活来时，他拿出了全部的身家救出了我娘。他说，我娘就像那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但依然芳香。只可惜他的一番深情终究错付了。瞧什么呢？锦贵妃脱了披风坐在了暖炕上。到底是宫里的梅花好看，比我从前在乡下看到的美多了。我笑着递过暖手炉给她。锦贵妃笑得十分得意，这些梅花是皇上特意为我栽种的。我入王府那一年的冬天，皇上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带我到后花园一看，满满一园子梅花。皇上继位后，让人把这些梅花又牵了过来。皇上当真是疼娘娘，我呀，不求皇上疼爱，只求娘娘疼着我。我笑着说道。锦贵妃点点头，你放心，如今我当你是亲妹子。大约我是锦贵妃在这宫里第一个交心的人。临近年关，皇帝忙着朝政，锦贵妃代管后宫，忙着除夕夜宴。我落得清闲，让禾苗寻了些画作回来临摹，其中一幅合欢图我最是喜欢。一白一粉两道背影立在红墙旁，墙内是半边天的粉色合欢，男女交好，两两相对，恩爱好合。这是苏庆明告诉我的。他的院子里就栽了几棵合欢树，他说，嫣儿，等来年合欢花开，我们一起赏花。我第9次临摹合欢图时，皇帝来了。如烟，朕如今是越发喜欢你了。皇帝看着我在学作画，满脸欣喜。我努力去学这些，不过是为了迎合他罢了，还不像其他妃嫔那般时常劝诫他，他自然喜欢。这是上位者对臣服者的满意。皇上喜欢是臣妾的福分。我放下画笔，牵起皇帝的手。皇上，臣妾近来总是睡不好，皇上抱着臣妾一块睡好不好？皇帝笑得十分开心。好，好，你个小妖精，惯会勾引朕，朕这颗心啊，都在你身上了。除夕夜宴，为着太子和长公主的脸面，皇后被解除了禁足。几个月没见，柳昭仪越发标致了呢。皇后依旧嘴角含笑，眼神冰凉。我俯身跪拜，嫔妾这些日子，小娘娘想得紧。锦贵妃接过话，既然柳昭仪如此思念皇后娘娘，不如搬到娘娘宫里的西侧殿，每日陪着娘娘说说话，也好让孕期好过一些。皇后听到这话，眼神骤变，但很快调整了过来。柳妹妹快起来，怀着身孕不必多礼。说罢转身向皇帝，皇上，如若妹妹不嫌弃，臣妾自然愿意将柳妹妹接到宫里一块住着。皇帝脸色并不好看，毕竟前不久才查出来麝香事件。皇上，嫔妾想，娘娘福泽深厚，定能为嫔妾腹中胎儿带来好运。我必须要去皇后宫里，才能保住这一胎。我和锦贵妃都知道，皇后巴不得我住过去，
哪怕皇上不吩咐，他都会竭尽全力保住我这一胎，从而证明麝香事迹与他无关。自从我住进皇后宫里后，皇帝几乎日日都来，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一胎，非常重视。皇上，娘娘近日为嫔妾操劳，也着实辛苦，皇上去看看娘娘吧。我十分体贴的劝道。皇帝的眉头皱了皱，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有皇后的，那朕去看看皇后，你早点休息。禾苗送走皇上后，关了门凑到我身旁，低声说道：主儿吩咐让查的那人有了消息，春闱待考的考生们如今大多住在客栈里，他岳家指挥使在京城里有宅子，没住客栈，因此费了些功夫。我算着时间，苏庆应该进京赶考了。他是有才华的，指挥使当初便是看上了这一点，所以哪怕他是庶子，也愿意将嫡女嫁给他。我听贵妃说过，名列一甲的考生会有资格参加今年皇上的生辰宴，准备些点心果子，明日我们去看贵妃姐姐。姐姐，等我腹中孩子生下来，便认姐姐做母亲如何？我拿着贵妃做的肚兜爱不释手。贵妃笑道：都好，以后呢，我教她琴棋书画，你教她跳舞，带她玩耍。我低头看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低声说道：姐姐愿意教，自然是好的，只是我那些拿不上台面的，还是算了吧。虽然我是没骨气的，但依然奢望以后孩儿能活得骄傲一些。贵妃愣了愣神，牵起我的手，这后宫如同虎狼窝，我只当是从前在家里，所有人都惯着我，一切放心大胆，才着了皇后的道。如今难以有孕，得日日喝药调理。从前我是不懂你，可如今已然知道了你的品性，旁人如何说，不必理会。贵妃姐姐，有你这番话，我在后宫中也知足了。我握紧贵妃的手，忍不住落泪。贵妃也抹着泪，片刻又笑道：好了好了，别哭了，想些高兴的事情，好歹如今有身孕了不是？我擦干了泪笑道：是呢，我从前听说身孕满3个月后，会宴请亲朋好友告知，女眷们一同为孩子祈福，会带来好运。只是……贵妃点点头，这些事情交给我，我用贵妃金册便请京中贵眷一同来为你腹中胎儿祈福。祈福夜那日，京中官家女眷几乎到齐，毕竟是皇上登基后的首胎，想要巴结我的人实在太多了。指挥使夫人便是其中一位。听闻娘娘是凉州人，巧了不是？我家姑爷便是凉州知府的二公子，咱们也算是半个同乡了。我一脸欣喜，如此说来，确实是缘分。有了共同点，话题便很容易的打开了。指挥使夫人不住的夸奖自己即将参加春闱的姑爷，我静静听着，时而附和几句。主儿，该喝安胎药了。丫头扶着我去了里间喝药。禾苗留下陪着指挥使夫人聊天，听我们主儿说，凉州几乎没有京中为官的，少个家乡人，便没人替主儿说话。指挥使夫人马上接话，待到日后我家姑爷高中，昭仪便不用担心了。禾苗笑道：说的是呢，只是高中谈何容易，还好皇上疼爱我们主儿，主儿能时常进入皇上书房。说完附身在指挥使夫人耳旁说了几句，指挥使夫人满脸惊喜，连连点头。祈福宴结束，禾苗笑道：主儿，殿试考题已经透露给他了，剩下的就看他们造化了。皇上防备所有妃嫔，唯独不防我。我一个父亲去世后就被他带进后宫的人，家里无所依靠，京中谁都不识，背景干净的如同一张白纸，因此皇上放心我，不怕我勾结前朝，忙时便允许我进入书房陪伴。我学了大半年的字，可不只为了讨好皇上。冬去春来，皇后宫里的海棠树发了新芽，娘娘很喜欢这海棠呢。我陪着皇后坐在树下喝茶，皇后眼里难得有了一抹柔情，看着远处天空，似乎在回想着什么。过了许久，才淡淡说道：这棵海棠树是从前种在王府的，她说海棠温和端庄，很像我，便在书房门口种了一棵，说哪怕再忙看到海棠就会想起我。我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了海棠花。后来皇上登基，我便差人把这棵海棠树移到了我宫里。有那么一瞬间，我看着皇后低落的眉眼，有些心疼她。曾经那么相爱的夫君，哪怕公务繁忙都要看着海棠树，可是却为了讨他人欢心，能寻一园子梅花来。登基后记得牵一梅花，
却忘了那柔和的海棠。娘娘，海棠已经吐绿叶了，很快就会开花了。我抬头看着海棠树说道。皇后笑得很苦涩，是啊，又到春天了。主儿，皇后心思很毒，你怎么还可怜她？禾苗边吃肉包边不解地问道。我想了想，大概我们习惯对所谓坏人的要求更低一些吧，所以总是很容易就动摇了，原谅了，忍不住替对方想着一些迫不得已的苦衷。从前我对我娘就是如此，那一年暴雨，花圃里的花几乎都毁了，我爹生病每日吃药，实在没办法了，我偷偷去求了我娘，让我进知府家中做个洒扫丫头，领些月钱好为我爹看病。那时她已经是知府最宠爱的赵姨娘了，她拉着我的手哭得泪眼朦胧。嫣儿，以后在府里能帮你的娘都会帮，但是你要知道，娘当初也是没办法，知府有令，娘不敢不从啊。其实能做丫头的宅邸很多，但我私心里想见她一面。我过了10年没有娘的日子，我太想她了，这些思念已经超过了我对她的怨和恨。我太想和其他人家的女孩一样，牵着娘亲的手，在娘亲身旁学着女工刺绣。我鼻头一酸，之前的怨愤和不甘瞬间荡然无存，心里不住的劝说自己，我娘当初抛夫弃子是不得已的。想得出神时，我抬头一看，禾苗正关切的望着我。我的傻禾苗，你呢？每天吃好睡好就行了，有我在，你用不着想那些弯弯绕绕的鬼心思，劳心伤神可不是一件好事。春闱结束后，便是皇帝的生辰宴了。苏庆宁没有辜负我的期待，一甲3名，探花得以参加皇帝的生辰宴。主儿，今日还是打扮的素雅些吗？梳妆嬷嬷问道。今日是皇上生辰，大臣们皆来朝拜，自然要打扮的靓丽些，不能丢了皇上的脸面。嬷嬷使出浑身解数，镜中的我艳而不妖，美而不媚，端庄优雅。看来写字读书确实能提升气质。从侧殿进去时，我一眼就看到了跪拜在地上的苏庆宁，在大臣中偏后的位置。无令，臣子们不得起身抬头。妃嫔们跪拜之后依次落座，大臣们也按照次序入座，但是依然不敢明目张胆的瞧皇帝的女人们。宴席过半，贵妃笑道：皇上，听说今年的医甲考生都极具才华，不如让他们各自作诗一首，为皇上祝贺如何？贵妃有意要让自己父亲王丞相的门生，如今的状元出头，只有让3人一同作诗，才不显得刻意。今年朕最高兴的事情，便是柳昭仪有孕了，便让柳昭仪来出题吧。皇帝满脸宠溺的看向我，我微微一抚，笑道：嫔妾近日最爱一幅合欢图，不如以合欢为题。皇帝笑道：如此甚好，合欢喜庆。从我说话开始，苏庆宁低着的头便微抬了一下，待到开始作诗，抬起头来，看到了我，整个人如同雷劈一般，眼里都是不解和恐惧，整个人僵在了原地。难不成探花被这道题难住了？怎不见着笔呢？我笑得如同春日的暖阳一样和煦。苏庆宁颤抖着手提笔做了一首诗，说实话，文采是比状元强，到底是状元，文采斐然。我自然得和贵妃站在一起，探花许是紧张了。生辰宴后，贵妃夸赞春闱一甲才学博远，恭贺皇上得了才子。皇帝却并不满意，探花苏庆宁，凉州知府的儿子，文采倒是有，只可惜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家子气重。既如此，便让他一步步来吧。皇帝素来不喜扭扭捏捏拘谨之人，所以才会喜欢在他面前大胆不掩饰的我。妹妹，你与探花苏庆宁都是凉州人，为何方才皇上生气时并不加以劝阻？皇帝走后，贵妃疑惑地问我，我平退左右，跪倒在贵妃面前，求贵妃姐姐疼我，帮我。我将我与苏庆宁的事情原本地告诉了贵妃。贵妃听后沉默了许久。从前我只以为你是家境贫寒，却不想曾受过如此屈辱。如此负心的男子，便是做了官又能如何？回宫后，禾苗不解，我们可以不告诉贵妃这些事情的。我笑道，贵妃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哪怕她转头就去告诉皇上，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毕竟是入宫前，反而是她心疼我，以后才会帮到我一些。且我主动把一些把柄交给贵妃，她才能更信任我。禾苗点点头，主儿，我懂了。就比如我打碎了个茶盏，但主儿疼爱我，并不会因此小事罚我。对，
禾苗聪明极了，所以你打碎过多少次茶盏？在王丞相的运作下，苏庆宁做了品阶低的言官，状元郎却是户部侍郎，差距显然，却没人有异议。毕竟连皇帝都说他不够大气，我要让他留在京中，我要让他总有机会见到我。折磨一个人最佳的方式是让其内心受到煎熬，心智崩溃远比一刀了结痛苦。主儿，咱们需要想法子设计他吗？禾苗在了解了我的往事后尤为操心。我撒了一把鱼料进池子里，不用，自然会有他的好父亲帮他。凉州知府贪污许多，我从小就知道，但他手段高明，几乎不露痕迹，对外又是一副为民操心的好官模样，没人知道他背地里的不堪。他与吏部尚书、大理寺少卿、指挥使合谋，他们沆瀣一气，坑骗商户，抢夺民女，侵占良田，压榨百姓，种种罪行至今却无人揭发。若不是他们的压榨，我爹不至于被赋税所迫，并未痊愈便下田，最后活活拖累死。禾苗，这池中鱼儿过得好不好，怎么得知呢？禾苗嘿嘿一笑，当然滋润的不得了。主儿您每天细心喂养，这些鱼儿个比个的肥美，自然一看便知。对啊，只需去亲眼看看。夏日宫里闷热，我每天茶饭不进，皇帝急得不得了，于是下令去北山行宫避暑。皇上、皇后、贵妃和我，加上太子和长公主一行人便去了行宫。行宫里确实凉快，我也没有之前那么疲惫，每日晨间都会去后山走动走动。禾苗也极喜欢这里，每日扑蝴蝶、钓鱼，好不快活。看来嫣儿很喜欢行宫呢。皇帝见我到行宫后吃得香睡得好，很是满意。贵妃打趣道，要说还是皇上疼妹妹，我原想计较一些的，可妹妹说要让肚里孩子认我也做母亲，那我便不好计较了。哎，皇帝看着贵妃笑得十分和煦，你们和睦相处才是要紧。明日带你们去溪流边用午膳，感受曲水流觞的情调。隔天，皇上召我们一同前往溪流处，远远的我便听到了潺潺流水声，绕过一处矮山，竟看到了一片合欢花，如梦如幻。怎么样，喜欢吗？皇帝揽着我的肩头问道。我微笑，喜欢，嫔妾喜欢极了。皇帝近几日忙于朝政，听说两河流域附近因为连日暴雨引发了山洪，我乐得不用应付皇帝，每日只与贵妃待在一处。贵妃很满意我的读书态度和进度，行宫里无事，便每日看着我教我抚琴静心。皇上送我一山的合欢花，姐姐不吃醋吗？我真的很好奇，问得很真诚。贵妃停下手中的笔，认真的想了想，没有，我倒是为你高兴。可是皇后似乎很不开心。贵妃又补充道，那姐姐为什么不吃醋呢？姐姐也是皇上的女人。贵妃嗤笑道，对啊，我是皇上的女人，从我出嫁时我就知道，她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即便没有你，也还有其他人出现，分得皇上注意力和喜欢，所以都一样啦。贵妃和我一样，都很清醒的知道皇帝是天子，所以我们不恨不气也不怨。主儿，皇后娘娘说今日夜宴在谢偶轩设宴，咱们要去吗？禾苗有些担心。谢偶轩建在一片莲花池中，听说凡是到行宫避暑时，总会在这设一次晚宴。去吧，这个时候了，还是不要生事端的好。现下我已经怀孕6个月，胎相稳固，问题应该不大。席间，皇后亲切地替我布菜，叮嘱禾苗帮我热好安胎药，又命太医在一旁随时候着，热情的仿佛我们从未有过嫌隙。但这份热情非但没有让我放下戒备，反而让我更加谨慎。还是那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虽然我已十分小心谨慎，入口的食物都经过太医检验，晚宴还未结束，便借故困了回宫休息，可还是着了皇后的道，夜间腹痛到一度昏厥。行宫的太医在外面跪了一地，就是查不出来到底是何缘故导致我腹痛。好在虽折腾了一夜，但腹中胎儿并无事。第二天，我才知道在我昏厥的那段时间，禾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皇帝哭诉，这段时间我有多小心，言语之间将矛头指向皇后的这次晚宴。但这次皇帝没有轻易查办皇后。首先，晚宴是每次到行宫的例行宴会，夏日里莲花开得甚美，晚宴赏花是传统，并非皇后刻意安排。其次，皇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举一动皆合章法，甚至对我关心有加。
加之宴会所有吃食太医都查验过，实在没有直接证据指向皇后。最重要的是，若真是皇后有心害我，在以上2点都和皇后没有直接关联后，却并没有危及到龙胎。因此这一次皇上不信了。我醒来后就看到了皇帝眼里的冷漠，他轻启薄唇，柳昭仪养胎要紧，这些日子还是好好在宫中养胎最主要，每日想吃什么小厨房不可马虎。禾苗在一旁哭成了泪人，觉得是自己笨嘴笨舌的连累了我，可我却很清醒，皇后知道禾苗是个直性子，所以等我昏过去后，禾苗肯定欺负男人要告状，但在皇上看来变成了诬陷皇后，从而对我变少了好感。真是好计谋啊！他的目的并非让我直接滑胎，毕竟如果事情闹大，皇帝肯定会追究到底，但是只要让我吃点苦头，便能让皇帝厌烦我这样勾心斗角，毕竟他心中后宫和睦才重要。快起来吧，傻禾苗，不怪你，我就喜欢你有什么说什么的性子，别哭了，没事儿。那主儿，咱们就这样背在宫里待着？禾苗抹着眼泪问道。皇帝虽然没有明说，但几乎是尽我足了。我看着窗外大好的景色，笑道，当然不会，咱们来行宫可不是只为了睡觉，外面这山这水，不去好好欣赏岂不可惜？不过禁足而已，皇后可以放出去，我当然也可以，更何况我还有张好牌。禾苗，你去取了经书来，咱们修身养性，另外取了那幅合欢图来，我再临摹几遍。这几日皇上没来看我，我临摹了2幅合欢图，都说抄经能静心，确实静下心来便能想起很多细节。我清楚的记得晚宴时有1、2次我十分不舒服，但当时却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如今细细想来，一切都有头绪了。很多时候身体的记忆远比大脑更加清晰，就比如那日夜宴过半，皇帝命人取来了进贡的葡萄酿，太医检查过后并无异样，总共倒了4杯，皇帝取了第1杯，按照位分顺序，我应是最后1杯，但皇后热情的忙着张罗，于是第3杯便到了我这里，而她顺手取走了第4杯，还笑道，都是姐妹，不必如此生分。一个最在意自己重宫位置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酒是检查过的，如若没问题，那问题便出在酒杯上了。我算着皇上正在议事时，送了画给贵妃。禾苗，你让门口的侍卫把这幅画送去给贵妃姐姐。贵妃前些日子就说过想看合欢图，这几日我闲着便临摹了。侍卫检查过后，拿去送给了贵妃。禾苗坐在桌旁吃西瓜，陪着我抄经书。主儿，你说贵妃娘娘能看出来吗？能。得亏皇上送了那一山的合欢花，隔天我和贵妃又一起欣赏合欢图时，贵妃指着其中一处道，有人说边角处的这朵合欢花，一半落在地上，一半挂在树上，不合理，我却觉得甚好。我送给贵妃的合欢图，那朵花是完整的，我相信贵妃会发现这一点，便会发现那朵花旁边有细微的缝隙，是2张图粘合在一起的。只要撕毁上面那幅，便能看到下面真正的画作。我在画中加了个小案桌，上面放着2只酒杯，贵妃应该会懂。隔天午后，贵妃便来了，我一脸欣喜，姐姐怎么进来的？贵妃笑道，靠你的聪明呀。皇上昨晚来时，我正在看画，皇上沉默了许久才道，这画中何以添了酒桌？我笑道，臣妾近日很是想念柳妹妹，她送来这画给臣妾，臣妾便加了几笔，想着等妹妹生下腹中孩子后，定要一起好好喝一杯。今儿个一早，皇上便说，简儿啊，你有空多去陪陪柳昭仪，别让她一个人想多了。我挽过贵妃胳膊笑道，还得是姐姐懂我，能提醒皇上我最重要的价值。贵妃敲了敲我的额头，幸好你能想得出，一方面让皇上睹物思人，一方面告诉我问题所在。我拉着贵妃坐在凉席上，那姐姐可查出什么了？贵妃点点头，昨个晚上皇上还没来，我便已经让人去查了，可是那日用过的酒杯竟都找寻不到了，可见他蓄谋已久，要设计一出你自己吃药嫁祸给他的戏码。其实结果我一早预料到，皇后心思缜密，定不会留下证据，只要做了，总会查出来的。姐姐，你近日查一查宫里用药支取的情况，或许会有线索。贵妃再来时愁眉苦脸的，皇后时常头疼，备着的都是常用药，没有问题。贵妃说着把那些药一一列了出来。
我们两人研究了一个下午，没有结论，实在是正常不过。罢了，就当这次吃亏了。现下的先想办法让皇上解你禁足。贵妃托着腮很是无奈。我看了看碗中的安胎药，这还不简单。贵妃看了看我，满眼坏笑，这点手段我还是有的，交给我。转眼到避暑行宫已经1个月了，我的肚子已经大了1圈，禾苗也长胖了1圈。禁足这半个月，看似我的日子依然悠哉，但是我明白，再不解禁，孩子生下后，我都未必能亲自抚养。主儿，贵妃娘娘送信来，让主儿准备好，今晚皇上会过来。一同送来的还有一幅新画作，是那漫山遍野的合欢花，合欢花下是潺潺水流，一旁是皇帝牵着我的手的背影。果然，晚间皇帝和贵妃一同过来了。皇帝进来时，我正在书桌旁抹泪，看到皇帝慌忙抹泪行礼，我看到他眼里一开始的冷漠，瞬间夹杂了一层关切。好端端的，怎么哭了？禾苗，怎么照顾你家主子的？皇帝转身看向禾苗，低声问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压制的怒气。禾苗跪在地上哭着，皇上，虽说每日吃喝供应一应俱全，可我们主儿心里苦啊。主儿进宫以来，明里暗里被害过多少次，但他从来都说有皇上庇佑，万事不用怕，如今却……禾苗脸颊两旁的粉嫩肉团随着他的啜泣一颤一颤。皇上看着红了眼圈的我，语气软了下来，你心里有什么苦，只管派人告诉朕便是。我柔声道，嫔妾怕扰了皇上。正说着，贵妃眼尖看到了桌上的画作，柳妹妹嘴里说着怕扰了皇上，心里却十分挂念皇上呢。皇帝顺着贵妃的视线望过去，也看到了那幅画，语气更加柔软。罢了，之前的事情既往不提，往后要好好养胎才是。贵妃也笑道，正是，我跟皇上说妹妹想皇上茶饭不思，如今看来还哭得不轻。只是妹妹你若是哭得多了，以后生下龙胎只怕也一样是个爱哭闹的，便是为了龙胎，妹妹也要心情畅快些好。皇帝听到这话，略微沉思后，即日起每日陪你们家主儿弹琴作画，去山间走动走动，只要柳昭仪高兴，宫里所有人都听她调遣。贵妃笑着和我对视一眼，果然，姐姐是如何把皇上带过来的呢？贵妃没多少心眼，算计都写在脸上，我很是好奇。贵妃捂着嘴痴痴笑道，我给父亲说了一声，父亲让太子的师傅挑了几次错，又不露痕迹的在皇上跟前说太子不用功。长公主的奶嬷嬷又被查出来偷卖宫里的物件，皇上气急了，说皇后不会管教子女。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马上又要有一个孩子了，所以我今天午饭时这么一提，说妹妹你十分思念皇上，每日抄写经书，皇上便来了。我作揖道，多谢姐姐。这长公主的奶嬷嬷，莫非也是姐姐设计？贵妃撇撇嘴，她是恶事做多了，皇后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呢不过是让当值侍卫恰巧把这事查出来而已。果然是贵妃的做派，一切都是明面上算计，却又合情合理。这次千万的小心，当初是咱们算计着去了皇后宫里，如今虽龙胎无事，但你若是一再失去圣心，只怕孩子留不到身边，回宫后要说出去也不容易。贵妃又开始惆怅，我略想了想，姐姐不急，上一次皇上可能疑心是我做局，那我们便再做一次局，2次以后他就会怀疑我是被人设计了，那时自然能脱离皇后了。中秋前回宫了，今年的中秋晚宴由皇后操办，贵妃协理，我只安心养胎便好。晚宴前，皇后特意留她的贴身侍女陪着我一同前往，名为陪同，实为监管。不过我也不急，毕竟我身上可干净得很，我倒是巴不得皇后能让人把我查个底朝天。整个晚宴被皇后严格监管着，没有一分一毫的差错。直到晚宴结束，我看到皇后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心里暗想，好戏在后头呢。中秋晚宴后，皇帝带着大家一起到御花园内品月饼，赏满月。贵妃拿起酒杯笑道，到底是皇后娘娘细心，竟命人寻来了这月光杯，与今日赏月甚是相配呢。娘娘这份用心实在是让臣妾自愧不如，那便先自罚3杯。皇帝最乐意看到后宫和荣的场面，笑得很开心。你能明白皇后的用心，甚好。这批月光杯是西域进贡的，皇后也特意查过，没有任何问题。可她却不知，
这批进贡的月光杯是王丞相早先就已经打探好了，是用稀缺的琉璃制造，为了保持光泽，每一只酒杯都提前浸泡过稀玉的膏粉。这种膏粉对人体无害，但若与白矾作用，则会引起腹痛腹泻。后宫中从不缺白矾，各宫都要染甲，只是我近期有孕，太医叮嘱暂不可染甲。不过我住在皇后宫里，想找来点白矾还是很容易的。今日的胭脂中，我加入了大量白矾，喝不过2杯，我便开始腹痛，当场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时，贵妃在一旁候着。禾苗被贵妃打发不停地端水搅帕子，看着禾苗边哭边搅帕子，我心里十分抱歉。这次为了让禾苗和上次表现出一样的情绪，特地没有告知禾苗，这样才能让皇上相信。果然，皇帝看着禾苗欲言又止、哭得上不来气的模样，开始怀疑了。只是晚宴上的一切都查不出头绪，而我在被送回宫的轿辇里，贵妃已将我嘴上的胭脂擦拭重涂，查不出证据，那矛头指向的便是操持晚宴的皇后。皇帝勃然大怒，你还想怎样？朕给了你多少次机会？朕登基后首个龙胎，你还要害？上次禾苗哭诉说是你，朕不信还罚了嫣儿禁足，可是你呢，却一再刁难迫害于他。若是今日嫣儿腹中孩子有任何闪失，朕定废了你。我的孩子当然没事。皇帝略略思索便明白了，皇后要的是他厌弃我。贵妃一边喂我喝药，一边自言自语道，也不晓得皇上怎么那么容易，就想到了皇后怕他心里有你。我还准备了一箩筐的话语，准备引导皇上呢。我想，大概和那棵被忘了的海棠树有关吧。皇后再次被禁足，我被从皇后宫里接了出来，送进了贵妃宫里。贵妃精通琴棋书画，却唯独不善女工。现下只要安心养胎便好，等孩子出生了，便没人能再轻易动得了你了。她一边缝制着歪了鼻子、斜了眼睛的老虎头肚兜，一边说道：是呢，再等2个月，孩子生下便好了。我看着窗外开始凋零的落叶，想起来了去年中秋宴后我去请安，皇后对着海棠树出神的背影。等过了金秋，便能看到梅花了。我爹最喜欢梅花，他说梅花的香需要细细品味。我看着贵妃一脸认真的模样，忍不住开始期待今冬属于她的梅花。贵妃头也没抬的答道：其实你娘若是没那么早去了，你爹经历多些，你早就会被调教成才女了。这话普通话浓可说不出，或许是吧，但从我记事起，我娘便跟知府暗自往来了。我爹知道后生了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又为了照顾年幼的我，每日辛勤劳作，病根就此埋下。他时常会看着花圃发呆，喃喃说道：你娘就是爱花，我种的这些花她都喜欢。病根留得久了，一场大雨后花圃毁了，她的身体也垮了。我原想着等我拿到了月钱给她治好病后，我们便离开凉州，不想苏庆宁出现了。他说他要帮我，他说他能帮我，我信了他，留在了知府家。金秋10月，我生下了皇帝登基后的首个儿子，皇帝为他取名昌衡。我被晋为惠妃，成了宫里人人争相讨好的柳惠妃。在小昌衡的满月宴上，文武百官排着队来庆贺，我和贵妃端坐在一旁笑着聊天。苏庆宁和言官们一起称赞着小皇子如何可爱，如何会笑，恭维着皇帝，赞叹着江山。他抬头看到我，眼里都是敬畏。曾经咒骂我勾引了他的男人，如今对我毕恭毕敬。去请探花郎过来。贵妃向身旁的总管说道。苏庆宁低着头跪拜在我们跟前，微臣拜见贵妃娘娘。顿了顿，他语气生涩的开口：拜见柳惠妃娘娘。探花郎的才情本宫是见过的，不如今日为小皇子赋诗一首。本宫也盼着本宫的昌衡日后能博古通今呢。我端起一杯茶，笑着说道。苏庆宁声音有些颤抖：小皇子乃天选之人，感念娘娘给微臣机会，让微臣有幸为皇子赋诗。果然，追逐名利的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昌衡白天时，皇帝看着昌衡想起来了太子刚出生时的模样，毕竟是结发妻子，他对皇后的感情并不浅，惩罚时长也够了。于是皇后再次被解了禁足。这一次他懒得再做戏了。如今6宫归贵妃掌管，他看似乐得清闲。我忙着照顾昌衡，贵妃忙着管理后宫筹备除夕宴，谁都没有关注皇后。到了小年家宴那日，皇后坐在首位笑道：今日家宴，
本宫想着各位姐妹都思念家中亲人，便向皇上请示过，请来了各位的家人，共同参加今日家宴。他说完，各宫的家人从屏风后走了出来。贵妃看到母亲，泪眼婆娑。这样的场面本与我无关。今日家宴上有我最爱的一道盐制烤虾，正在我专心吃虾时，听到了让我浑身一颤的声音：“民妇拜见柳惠妃娘娘。”我缓缓抬起头，那张虽已年近40，却依然妖艳的脸，是我娘。我看向皇后，她笑得很得体。柳妹妹虽入宫才2年，但如今已经进了妃位，按位分也是可以见家人的。我看向皇帝，他也一脸震惊，但很快便掩饰了下去，眼里方才的喜悦变成了冷漠。所有妃嫔的家人都在，我若是在此时将我与我娘的关系说明白，往后不知道会被牵连成什么样，而我的昌衡也会因此受影响。他的母妃是个抛夫弃女的侍妾的女儿，说出去极为没脸面，但若是不说，我便是欺君，当着所有人的面让皇上下不来台。人人都知道我家中无人，皇上也是怜惜才将我带回宫中，几乎是一局死棋了。原来皇后这些日子看似清闲，实则已经查到了凉州去，找到了我娘。正在我思考她是如何说通我娘时，我娘开口了：“柳惠妃娘娘如今高居妃位，可毕竟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难道如今享受着皇上的宠爱，又生下了皇子，竟不理会你的娘亲了吗？”原来如此，我那惯会拜高踩低只在意金钱和地位的娘，被他灌输了你的女儿如今是惠妃，你定会成为夫人的想法，才敢在皇后的安排下来找我。所有人都看向我和我娘，我还端坐在座位上，我娘跪拜在地上。这2张十分相似的面孔，任谁看都只能是亲生母女。谢皇后娘娘好意，只是不知我其他家人娘娘可安排进宫了。我起身看着皇后行礼说道。皇后笑道：“那是自然，快请苏大人进来。”说完又面向皇帝说道：“苏大人是外臣，只是既然如今惠妃提了，便让他进来吧。”皇帝一脸疑惑，直到看到苏庆宁后，他脸上的怒气再也无法遮掩。他最恨后宫参与到朝政去，唯独不防我，如今却看到苏庆宁被称为我的家人。皇后笑道：“说起来，凉州知府也是命好，儿子在京城做官，女儿在后宫做妃。”这轻飘飘的一句，让皇帝的怒气达到了顶峰。他冷哼一句：“哼，好个会算计的凉州知府！”我知道，此时在他的眼里，我一个庶女，故意诱惑他进了宫，隐瞒身份，为了帮助苏庆宁考中做官。皇后又道：“要说凉州知府也确实是会算计，如今女儿生了皇子，他便是在凉州在作恶，作为国丈，谁又能真去追究他？”我看着自己那不成器的娘，被人当作棋子还浑然不知。就在皇后还要开口之前，贵妃笑道：“各位姐妹也长久未见双亲了，不如各自回宫好好叙旧，说些替气话，一起过好这个小年才好。”自己妃嫔们的家人都在，皇帝本也不想当场问清楚，跌了自己的脸面，于是手一挥，贵妃便带着众人离开了。此时殿堂内只剩下皇帝、皇后、我娘和苏庆宁。我一步步走向苏庆宁，禾苗紧张极了，紧紧跟着我。既然皇后娘娘说苏大人是我兄长，那我想苏大人应该识得此物吧。说完，我从手腕上褪下我爹留给我的那个银镯子。平日里我很少戴，但今日小年家宴，我想我爹了，便带着了。苏庆宁立刻求救的看向我娘，我挡在了中间。苏大人不会忘了吧？这可是我爹专程给我打的镯子。苏庆宁结巴道：“对，是父亲大人送给你的。皇上明鉴，这镯子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里面刻着我的名字。”皇帝仔细辨认，看到了歪歪扭扭的柳如烟3字。我又道：“苏大人既然也说此物是我爹留的，那为何苏大人姓苏，我却姓柳？”皇后笑道：“凉州知府果然心细，连这种证明身份的证物都早已备好。”话音刚落，贵妃的声音传了过来：“皇后娘娘，这是惠妃家事，我们还是旁观为好。您贵为中宫，我如今掌管6宫，惠妃乃后宫中人，按理我们都该知晓此事。只是毕竟皇上还在，还是交由皇上来裁夺吧。”皇帝看了2人一眼，问道：“朕如何确认这镯子不是你特意准备的？且你与这妇人如此相似，朕如何信你？”我笑道：“臣妾命苦，7岁上娘跟人私通跑了，我爹是个花农，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
本想平静的过着日子，却不想知府因为我娘对我爹始终怀恨，刻意加重他的赋税，活活逼死了我爹。我笑着讲述了我的整个故事，皇帝眼里慢慢多了一分柔情。你敢用自己的生命起誓，那日没有说过与我再无关系，此生不见的话？我指着我娘问道。我娘嗫惹着不说话。我笑道，你贪生怕死，爱慕虚荣，对我爹恩将仇报，你坏事做尽，早已对不起良心，当然不敢起誓。可是我敢，如若我今日所言有半分虚假，让我此生不得好死，让我的昌衡从此没娘。死后我的尸骨被虫鼠野狗啃咬，我的魂魄飘散的不到超度。这样的起誓实在是严重。皇帝站起身来，不可胡说。我笑得很畅快，从未像今日这样畅快。皇上，臣妾骗了你，臣妾其实是主动想进宫的。臣妾原想有朝一日能晋升妃位，能回乡省亲后，臣妾一定要回去凉州一趟，在我爹坟前上香。臣妾要好好摆一摆皇妃的款儿，让凉州知府那个草菅人命、为官不为民的恶人跪拜在臣妾脚下，让我那不配为人母的娘亲好好的后悔一番。我笑着笑着，眼泪便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这个人，他怎么有脸说是我的兄长呢？我曾天真的信他，以为他会帮助我和我爹，原来他也只是想利用我。他本想让我娘在府中失去知府的宠幸，只是连他都没想到我娘会那么狠，狠到不认我。我指着苏庆宁笑着说道。我擦干眼泪说道，贵妃姐姐，这些日子多谢你的照顾，你是除了我爹和皇上以外，唯独让我感受到温暖和关怀的人。妹妹下辈子若是有幸，还想与你做姐妹。皇上，臣妾身份低贱，今日骗了皇上，让皇上颜面受损，臣妾自知有罪。只是昌衡，他是无辜的，还望皇上能让贵妃姐姐好好照顾他。臣妾能有今日，也算对得起我爹临死时的嘱托，也好好活过了一场。说完，我拔下发髻上的金钗，径直向自己的胸口刺去。皇帝眼疾手快，拿起青玉酒杯扔了过来，将金钗打偏。与此同时，禾苗扑了过来，死死拽住了我的手，但我依然刺中了锁骨下方。快传太医，传太医！皇帝飞奔过来，抱起我大声命令道：来人，将苏庆宁和这妇人扣下，暂押天牢。贵妃一声令下，侍卫们过来便围住了我娘和苏庆宁。我醒来时，伤口已经被包好了。禾苗的眼睛肿得如同核桃一般。娘娘，娘娘你醒了，快来人，娘娘醒了，惠妃娘娘醒了。禾苗激动地喊道。第一个进来的人居然是皇帝。我看着他浅浅的一层胡茬，疲倦的双眼，就知道他一直在我这儿没有回去。我伸手缓缓抚上他的脸颊，虚弱地说道：皇上，臣妾有罪。皇帝紧紧握着我的手，你别怕，朕已经命王丞相亲自去凉州查明此事了。朕信你，只是更要让所有人都信你。皇上，臣妾别无所求。曾经，臣妾想承欢膝下，享受娘亲的爱护，后来臣妾想尽孝道帮我爹治病，但都没有实现。进宫后，臣妾想安稳度日，却每日活在刀尖上。有了昌衡后，臣妾心想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却不想我娘依然不放过我。我闭上眼，眼泪不受控制的落下。皇帝眼眶也湿润了，他沙哑着嗓子轻轻摸着我的脸庞：你放心，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害你，有朕在，朕保你安稳。你要好好活着，不能再做傻事想不开。你没有感受过娘亲关爱，不能让咱们昌衡感受不到呀。我明明已经醒来了，却觉得好累。这2年一直紧绷着的情绪，此刻瞬间得到了释放。禾苗，我的镯子呢？我握着镯子，从方才无声的落泪，变成了轻声啜泣，最后大声哭泣。我养伤的这些日子，皇后被禁足在宫中，听贵妃说皇帝享废后，除夕夜后，禾苗折了梅花插在花瓶中。若不是那日姐姐及时带走家眷们，又制止了皇后的话头，我真是再无生机了。有姐姐如今掌管后宫，后宫才能安宁。我坐在炕头说道。贵妃看着梅花，却突然落泪。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父亲为了笼络储君，才将我嫁了过来。但皇上待我也是真的好，他让我如同在家中一样，自由自在。我每日吃穿不愁，读书写字，倒也自在。唯独皇后始终看我不顺。后来皇上登基，又陆续进宫了许多人，
但他们都不如我招皇后厌恶。他明里暗里的陷害我，皇上总是偏帮着他，事后多多安抚我罢了。起初我总是想不明白，我从未害过他，对他毕恭毕敬，为何他如此恨我？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懂，只是那几年被他害得多了，也敢当面顶撞他了。因每次都是他害我，皇上也不好说什么，只一味的说让我们和睦相处。如何和睦呢？我又不是庵里的姑子，被人害了还要说一声阿弥陀佛感谢施主，所以我就开始反击，于是一来二去便划清了界限。因此你入宫时便看到我和皇后已经水火不容，贵妃眼圈红得让人心疼，我又何尝喜欢和她斗呢？我所喜欢的不过是每日悠哉舒服。你入宫后，我惯性的便要想让你站队，惯性的想欺负你。后来逐渐了解了你，知道你的不易，我才明白，原来这世间还有人是这样活着的。我们每日斗来斗去，却有人连活下去都很艰难。我拿起帕子轻轻帮贵妃擦泪，好姐姐，不哭了，如今一切都好了，皇后自有皇上去处罚，你以后要做的便是好好养身子，早些给咱们昌衡生个弟弟妹妹才是要紧。贵妃笑道，便是没有孩子，谁又能说我不成？有昌衡在，我便也满足了。病愈后，我亲自做了点心去了皇后宫中。她坐在台阶上盯着那棵海棠树看，眼里也无往日的精神。皇后娘娘，臣妾给您送了些家乡点心。我轻声唤她，她僵硬的转过身来看了看我，你还肯来看我？我害了你那么多次。我放下食盒，坐在她身旁，说不恨你是假的，个人都为了自己利益，我也给你设过圈套，没资格去评价你的做法。至于我娘的事情，早晚会被知道的。我原也打算日后告知皇上的。皇后轻叹口气，说实话，就凭你这低贱的身份，也配在他身旁。那日他抱着你喊太医，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我看着已经落了叶的海棠树，如果没有那一山的合欢花，你也不会在行宫害我，对吗？皇后不可置信的看了我一眼，你怎么知道？我笑道，我不知道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承诺，但我知道那海棠树对你很重要。你说皇上看着海棠树会想起你，你也一样，看着海棠树会想起他吧。只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也为了他人，移来满园的梅花，更为了一个你看不上的低贱出身的昭仪，移植了满山的合欢树。皇后听到这话，笑道，是啊，他曾经说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那时候他是个快活潇洒的王爷，有一双儿女，他连侧妃都不要。王府里的日子每日都是逍遥快活的。曾经我想，能这样过一辈子，实在是最幸福的事情了。皇后眼眸低沉，后来她参与了夺嫡，王丞相说能帮她，还没怎么帮呢，女儿倒是先送进了王府。王显锦，他是那样年轻，那样有朝气，他在府里到处游玩，笑起来如同银铃一样好听，王爷的整颗心都被他牵了去。他笑着说，秋日无趣，冬日腊梅才好看，王爷便寻来了梅花逗他开心。皇后眼里的泪大颗大颗的落下，她早已忘了曾经对我的承诺。他是我的夫君，却睡在他人房中，讨着他人欢心，让我如何不恨？皇后缓缓起身，坐在那棵海棠树下，她早已把我忘了，也把这棵树忘了。你瞧，如今这棵树已经枯了。我跟在她身后，解下自己身上的绣锦大氅披在她身上。皇后回过头来看着我，笑得很凄惨，眼里都是泪。你如今和景贵妃那样好，以后也会争吵，早晚会有嫌隙。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很可怜。不会的，我们都知道他是皇帝，是天子，我们都从未奢望过能得到他专一的爱。皇后笑出了声，对啊，他对你们来说是皇帝，从我嫁给他起，他对我来说便是夫君了，怎么能一样呢？皇后喃喃道，你们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爱他，没有。我走后，皇后自请搬去了宫外别院居住，皇帝准了，位分保留，一切用度照旧，太子和公主也能随时去看望他。他带走宫里所有他喜欢的东西，唯独没让人牵走那棵海棠树。后宫由贵妃掌管，会同父后。王丞相回来时，不仅查明了我的身世，还查清了吏部尚书、指挥使、大理司少卿和凉州知府之间的利益牵扯。听着王丞相的报告，知道了凉州知府的种种作为后，皇帝大怒，撤职查办，凉州知府被赐死，加监流放。
我娘从天牢出去后，求着管事太监说要再来拜别我一程，我准了。他跪在我宫门外，哭着让我救救知府，帮帮他。这份深情，他想让所有人都看到。只可惜贵妃早已封了我宫门前的这条道。娘娘，她还在跪着。禾苗撑着伞进来说道：春日里雨多，今日这场小雨却让我格外喜欢。往年下春雨时，我爹总说春雨贵如油，不论是庄稼还是花圃，都指着春雨呢。让他进来吧。我轻声说道：嫣儿，你救救他，你肯定能救的。我娘扑在我跟前哭道：我确实能救，起码能免了死罪，但我不愿意。你能让我爹回来吗？如果你能让我爹活过来，让他的身子骨恢复到娶你之前，那我便救你的知府大人。我看着地上的我娘，问道。他愣了许久，突然疯了一样朝我扑过来：你个小贱人，是谁把你生下来了？如今飞上枝头了，连自己的亲娘都不认了。你是惠妃，我便是夫人也做的。禾苗一把推开他，拉下去，丢出宫去。娘娘，皇上身旁的总管来传话，让娘娘一同去用晚膳。禾苗扶着我笑着说道：好，去叫上贵妃姐姐，咱们带着昌衡去给皇上请安。我抱过奶嬷嬷怀中的昌衡放在暖炕上，给他穿上那个歪着鼻子斜着眼睛的老虎头肚兜娘的乖昌衡，咱们去陪你父皇用晚膳。小昌衡挥舞着两只肉乎乎的小拳头，一只手腕上戴着一个金手镯，是贵妃用自己的嫁妆做的，另一只手上戴着一个银手镯，是我用我爹留的那个镯子做的。他笑嘻嘻的看着我，咿咿呀呀的好像在说娘亲抱抱。娘娘，贵妃娘娘来了。禾苗通传道：走吧，别让姐姐久等了。我抱起昌衡，笑着走了出去。路过皇后宫中，虽已是春日，那棵海棠树却并未发芽，只是夏日依然有合欢花，冬日依然有梅花。至于来年春日，也会有新的树被迁进宫里，继续发芽散叶，等待花开吧。全文完，更多视频请查看播放列表。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谢谢观看，咱们明天见。